这是一种用脚丫子踩出来的酒，好不好喝全凭脚法。这个印度家庭作坊仍然使用古法酿酒工艺，生产过程还需要蚂蚁的帮助。这种酒就是腰果酒，每到腰果成熟的季节，他们每天都会去捡掉落的腰果，收集完成后，需要一个个的取出种子。这种生腰果可以卖给工厂进行烘烤加工，就成了我们平常吃到的干果。剩下的果肉就用来制作腰果酒。第一步榨汁，这是个体力活，需要家庭中的男性完成。大叔穿上裹满泥浆的靴子，站在里面就是一顿猛踩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其实是他的独特脚法。他的脚步又快又密，保证每一颗腰果都能充分享受到足底按摩。雨靴上的泥巴很快就被果汁洗得干干净净。就这样一搅一搅，果汁混合着泥水以及汗水流进容器里。为了尽可能的榨干果汁，他们还会把果肉堆积在一起，用绳子绑起来，在上面压几块石头，就这样静置一夜，挤出最后一滴。收集到的果汁要用纱布过滤一遍，去掉大块的果肉杂质，然后将果汁静置发酵2-3天，直到发黄冒泡。接着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蒸馏，把发酵好的果汁倒入锅中，上面再套一个桶，随后用泥巴封口。这并不是普通的泥巴，而是来自附近的蚂蚁窝，这些泥土粘度大，有很好的密封性。接下来就是加热蒸馏，这一罐要持续加热8个小时，蒸汽通过管道进入装满水的水箱，冷却后的蒸汽就成了酒。不过现在的酒精含量还比较低，他们会将其从新倒入锅中，然后再蒸馏7个小时。就这样经过多次蒸馏，就得到了腰果酒。腰果酒的酒精含量大约在40%左右，他们还会通过观察酒花来判断腰果酒的品质。如果气泡很大并且可以快速散开，就说明这次的酿制非常成功。这种酒在印度十分受欢迎，他们认为只有这种用脚踩出来的酒才最好喝，那叫一个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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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。凌晨3点，奶奶却不停地往地板上泼冰水，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命，还说她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，室温常年64度，把平底锅放地板上，不开火就能把鸡蛋煎熟，水龙头流出的也都是热水，墙纸都烧焦了，往墙上泼水还会发出滋滋的声音，不小心碰到都能烫个水泡，在屋里站一会就会汗流浃背。不仅如此，卧室的温度竟达到了70度，这睡一觉还真有可能会死。为啥会这么热呢？起初都以为是加热器出了故障，检查后发现加热器根本就没插电，所以不可能是加热器问题。大家又觉得那肯定是电路方面的问题，接着检查了所有电路，结果一些正常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，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。奶奶热得根本睡不着，只能不停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。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，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有地狱之火。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，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异常高，即使在断电后，它仍在工作。看来这电表有问题啊！打开电表的瞬间，火花四溅，原来这电表漏电了。专家说房子高温很有可能就跟漏电有关，随即对房子里里外外研究半天，终于知道了怎么一回事。原来这房子是钢架结构的装配式简易房，当电表短路时，整个房子都是导体，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，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。幸亏发现的早，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。随后维修人员找到粘在一起的电线，经过修复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这下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这里的人穷的只剩下了钱，每天要去摆摊卖钞票，把钱当废纸论斤卖，个个都是亿万富翁，却吃不上饭，甚至有人被活活饿死。他们每天拉着成捆的钞票去摆摊，一沓沓现金就像冥币一样随意堆放在地上，没有任何安保措施，根本不担心被抢。这一幕发生在索马里兰的一个钞票交易市场，这里是全球唯一的钞票交易市场，交易过程也很简单，不需要点钞机，也不需要验钞机，都是论斤卖，一般1斤能换1美元，偶尔多个几斤几两也没关系，摊主有时会多送一些来挽留回头客。家家户户堪比私人银行，即使有1亿现金掉在路上，也没人愿意捡，因为自己家的钱都卖不完。更奇葩的是，这个国家不被国际社会认可，在任何世界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国家，所以他们的钞票在世界范围来说不具备任何价值。他们使用的货币叫索马里兰先令，于1994年由国家银行发行。由于官方随意印刷货币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，货币连年贬值，出现钱不再值钱的局面，买颗白菜可能都要花个上百万，所以他们更愿意把当地货币兑换成美元，于是就有了卖钱这一奇葩景象。这里人口非常稀少，就业率很低，当地经济主要以畜牧业为主。由于气候炎热少雨，经常出现干旱的现象，导致饲养的牲畜大量死亡，周围环境一片萧条，即使在首都也没有任何繁华的景象，反而显得脏乱差，大部分地方破败不堪，很少能见到水泥路面。索马里兰的人穷得只剩下钱，却仍旧吃不上饭，令人唏嘘不已。他们仅靠一把鱼叉就能捕获20米长的鲸鱼，捕鲸过程惊险万分，很多人因此丧命，但捕鲸对于他们来说却非做不可。鱼叉手是团队中最重要的人，他们站在船头，不停地在海面上搜索目标，发现猎物时就要跳到空中，用鱼叉精准刺中猎物，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。突然前方闪过一个黑色身影，他们喜出望外，一头虎鲸出现了，渔民飞速向它靠近，捕猎正式开始。
虎鲸游得飞快，鱼叉手瞄准目标，奋力将鱼叉向虎鲸刺去，然而却扑了空，眼看着虎鲸消失在了视线中。不过还好，一群翻车鱼又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这种鱼小的有1米，大的足足有4米。鱼叉手看准时机，一击命中，瞬间海面就被染成红色。翻车鱼不断挣扎，另一名鱼叉手接着补了一刀。等翻车鱼停止挣扎，他们合力拖到船上，一上岸就开始分割鱼肉。鱼叉手被分配到了最好的部位，他们会用沙子把鱼肉包裹起来，挂起来风干。晒干的鱼肉还可以换取玉米或者番薯，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顶级美味。但翻车鱼还是太小了，并不能给全村提供足够的食物，他们必须要捕到一条抹香鲸才可以。抹香鲸只在每年的5月到10月才会出现在这片海域，他们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休整几天后，承载着整个村庄的期盼，他们再次扬帆出海。运气不错，很快就碰上了鲸鱼群，只有在鲸鱼喘气的短短几秒，才有机会捕捉到它。他们一次次的把鱼叉刺向鲸鱼，终于捕获了一只幼小的抹香鲸，但这也足够全村吃上几个月了。鲸鱼被分割完成后，女人们会把鱼肉腌制好，挂起来晾干，这样可以保存几个月。抹香鲸的头部也会充分被利用，里面含有丰富的鲸鱼油，混合上其他油脂，就可以做成蜡烛。村民都在享受着丰收的喜悦。这里是拉马莱拉村庄，位于印尼总部的东面，当地土壤贫瘠，根本没办法耕种。为了活下来，村民也只能靠海吃海。数百年来，鲸鱼一直是村民赖以生存的食物，这里也成了最后一个被允许捕鲸的地方。在鲱鱼罐头工厂上班是种怎样的体验？据说质检员的工资非常高，看完有点心疼质检员。这家瑞典工厂在每年5、6月份，一周就能收到60吨新鲜捕获的鲱鱼。制作鲱鱼罐头第一步就是去除鱼头和内脏，通过传送机把鱼送到离心旋转机，让鱼头朝一个方向排列，水流会对鲱鱼进行简单清洗。接下来的机器每分钟能切掉400个鱼头，同时挤出内脏，身体顺着传送带被装进大桶，接着加入大量的盐，在盐水里浸泡2天，2天后捞出让鱼自然发酵。发酵前先加入1桶血水，它们称为卤水，这里面有发酵所必需的酵素。最后封上盖子，一桶桶的鲱鱼被存放在储藏室，温度维持在12到15度。整个发酵过程需要持续几十天。质检员会根据桶里的气泡声来判断发酵是否完成。这家工厂始终坚持手工灌装，工人都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，可以面无表情的工作，甚至不用戴口罩。罐头里要加上足量的臭卤水质，这样才正宗。最后清洗下外壳，就可以装箱了。现在还不能直接吃，需要让它继续发酵1个月，等罐头鼓起来的时候风味最佳。质检员最后还要亲自试吃，他浅尝了一口，转身就把鱼丢了，反手竖起了大拇指。臭烘的就是这个味。有人形容鲱鱼罐头的味道就像连续吃了1周臭豆腐，在憋了1周终于排泄出来后，凑在马桶上闻的那个味道，这味道却让瑞典人欲罢不能。瑞典每年吃掉80万罐鲱鱼罐头，按照当地习惯，开鲱鱼罐头必须提前通知邻居。正确的吃法是把鲱鱼罐头放在清水中打开，一方面可以防止汁液飞溅，另一方面可以清洗鲱鱼，洗干净就可以夹在面包里食用。每天睡觉前，整个楼的人都要摸一摸水管，确定没动静才敢睡觉，因为一到半夜，公寓就会传来凄惨的哭声，声音开始前水管就会震动，已经成了一种信号。哭声是从墙里传来的，声音大到整个房间都有回声。小哥说这声音听着非常恐怖，有多恐怖呢？接着打开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这声音一般都会持续90分钟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半夜12点，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有多瘆人。公寓住户都听到过哭声，也录到过一样的声音，他们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。物业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声音仍然存在，大家每天都活在恐惧中，有人都不敢回家，只能在外面租房住。为了帮大家解决问题，记者拿着录到的声音去找专家，很快就发现了异常。专家表示这声音很有规律，更像是一种人为录制剪辑过的。简单来说，应该是有人专门录制了这个哭声，通过扬声器循环播放的，所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到底是谁在搞恶作剧呢？大家在公寓安装了摄像头，想找到这个罪魁祸首，接下来就等声音出现了。结果等了1晚上，完全没有声音，大家没有放弃，继续在公寓布置了更多摄像头，一直等了2天，声音都没再出现，真是奇了怪了。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，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谁就不好说了。焦虑，姐姐甚至放弃了上学，选择在家里帮忙种地，毛发摧毁了她的梦想。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，在学术界还没有和他们一样的案例。虽然他们接受了激光脱毛，但头发很快又长回来了。医生把毛发样品寄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心，现在只能等待分析结果。虽然不确定有没有治疗方法，但只要有希望，等待的过程也是开心的。他每天吃饭要先倒上3碗汽水，温度还必须是常温的，这就是他每天的主食。这一点点米饭只是配菜而已，一勺汽水就这一口米饭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吃完饭接着又炫了一瓶1.5升的汽水，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。
大叔说每天都要喝3瓶1.5升汽水，已经连续喝了33年，就连吃药都是用汽水送服。问他为啥不喝水，他却说喝水会死。这回答把小哥都逗笑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去厨房倒了一杯水，喝下一大口，紧接着他开始疯狂呕吐，额头也渗出了汗，神情变得恍惚起来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。大叔说从4岁开始就不能喝水了，他认为都是因为4岁时做的那场手术，手术的副作用导致他对汽水上瘾，就这样喝了33年汽水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。不仅如此，他的牙齿也被腐蚀坏了，检查发现他的骨密度水平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，有些关节都粘在了一起，情况非常严重。至于他为啥不能喝水，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当时手术后服用的药物引起的恶心反应，这种恶心反应被他错误地认为是水导致的，加上心理作用，他就认为自己不能喝水，只要改变错误的观念就好了。几天后，节目组回访，发现他把家里的汽水都丢了，现在每天都吃蔬菜，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。你看33年的习惯都可以改变，所以说改变自己从来不会晚。他们用胶带把大姐的眼睛遮了起来，接着让大姐做数学题。他们只是想求证一件事，因为这大姐说自己有3只眼，即使遮住双眼仍然可以看东西。说着就要展示自己的绝技，戴上特制的眼罩开始读报纸，结果还真一字不差地读了下来。而且大姐还上过电视，被多家媒体报道过。难道真的有特异功能？大家决定换一种测试方法，先在角落偷偷画了几个图形，然后让大姐照着画出来。没想到还真难不倒她，众人都叹为观止。大姐表示自己这属于第6感，能感受到周围磁场的细微变化。平时在家都蒙眼打扫卫生，就是为了不断训练第6感。不过呢，凡事要讲科学，毕竟眼罩是大姐自己准备的，说不定里面就有猫腻。于是节目组现场制作了一个眼罩，又用胶带把她双眼遮起来，现在完全看不到任何光线。那先来到计算题吧。计算过程中，大姐表现得很奇怪，她始终侧着身子，不停转头，好像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。他解释说要用一侧的鼻孔感受数字，这时大家开始怀疑他的真实性，随后想到一个绝对不会作弊的方法，直接把黑色胶带贴在眼睛上，这样就没有任何缝隙了。那么好，测试继续，在距离他3米的位置举起扑克牌，让大姐猜手上拿的是什么。这时大姐突然开始发功，一阵手舞足蹈后什么都没猜出来，大姐却要求休息片刻，说能量用完了。只见她不停地大口吹气，片刻后就看到胶带被她偷偷吹出来一条缝隙，接着大姐表示可以开始了。为了防止她透过缝隙偷看，记者把扑克又举高了一些，大姐仰着头又是一阵比划，说记者拿的是一张小卡片。随即记者偷偷丢掉扑克，比了个数字3，这下他通过缝隙也没看清楚到底是数字几，随便说了个数字4。知道自己回答错误后，大姐突然说自己头好痛，第6感能量已经耗尽，今天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。随后匆匆离开了现场。这就没啥好说的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异功能，省流，骗子。他在厕所安了监控，正对着马桶，看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。他并不是变态，这样做实属无奈，因为他家的厕所有点怪，晚上等一家人睡着后，厕所就会传来哗啦哗啦的洗手声，打开灯却什么都没有，但肥皂上却残留着奇怪的使用痕迹，地上也经常一片狼藉。你要说是有人的话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进来。这怪异的现象整整持续了半年，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实在没招了，只好在厕所安装了监控。只见有个黑黑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马桶里钻了上来，仔细一看竟然是只大老鼠。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这老鼠来到地面直奔香皂，咔咔造了几口后开始疯狂破坏，嗨完后顺着马桶又走了。看到这里，大姐突然菊花一紧，说有次半夜上厕所就感觉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，想想都觉得后怕。关键她家住18楼，这老鼠是怎么钻上来的呢？专家解释说，老鼠是会游泳的，而且马桶下水道是 S 型的，老鼠可以很轻松地顺着管道爬上来，要抓它呢也很简单，一张粘鼠板即可。他们围着马桶放了4个，就等老鼠上钩了。没想到这只杰瑞非常聪明，他意识到了不对，左闻闻右看看，犹豫了好久，最终绕过粘鼠板跳了下来。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，板子上的美食也不能诱惑他竟然推开了粘鼠板，一个风骚走位，又溜回了马桶。大家决定用另一种方法阻止他，在楼下总管道上安装了防回流输水阀，只能朝一个方向打开，老鼠就爬不上来了。这下终于可以安心的拉屎了。这群山羊为了生存，要爬上60米高、角度近乎垂直的水坝，是缝隙中，而且脚底非常柔软，类似于防滑垫，可以很好的贴合岩石，站在上面如履平地。叔每次开车都要先去趟墓地，也并不是他想去，而是导航每天带他去。明明前面就到家了，导航却要求掉头。那行吧。节目组决定跟着导航看看究竟，一伙人步行来到导航目的地，结果目的地就是一座坟墓。大叔倒也不慌，说这是自己母亲的坟墓，1年前去世的。不过这事还是蹊跷的很，从村子的地图上看，坟墓距离家的位置很近，会不会是导航本身出了问题呢？大家找到维修师傅检查，并没有发现导航有任何问题。
大家又测试了其他牌子的导航，结果都导航到了坟墓。导航没有问题，那就很有可能是信号问题，毕竟家在山沟里，信号肯定不太好。专家也说信号不好的话，导航结果会有1公里左右的偏差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大家导航了村里其他地址，结果都准确无误的到达。一时间关于灵异导航，街坊四邻是议论纷纷，还有人说是他母亲对现在的目的不满意，毕竟是走进科学，咱们还是得搞清楚怎么一回事。大家找到了村长，村长说大叔母亲的墓地原来也属于村里，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就被划分了出去。说到这里，大家终于找到点头绪，接着来到测绘局咨询，电子地图上显示他家原来的地址编号现在成了坟墓所在山头的编号，简单来说就是导航地址没有及时更新导致的。看吧，又一次带大家走进了科学。他每隔半小时就要换一双袜子，包里每天都装着10多双袜子，外加1条毛巾。同事都觉得他有病，而他确实患有非常严重的多汗症。有多严重呢？大家做了个测验，不到3分钟，汗水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，甚至直接滴了下来，双手每时每刻都像刚洗完一样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更让他尴尬的是腋下的汗珠多到能直接流出来。看恐怖片的时候，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，被子一湿一大片。脚上的情况也同样严重，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。每天出门包里必须要装10多双袜子，方便随时换一双。因为手滑，零食包装根本撕不开，想玩一会游戏，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纹锁却识别不出来，用过的键盘铺上纸巾，瞬间就浸湿了，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。写工作报告，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下来。小姐姐表示，这些她都能接受，最让她难过的是别人的嘲笑。从小就被人叫做小师妹，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，做日料、手握寿司之类的。因为多汗症，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。说着说着就哽咽了。小姐姐也去过很多家医院，都没有找到多汗症的确切原因。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。最近还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每天睡觉前，奶奶都要在被窝放一罐可乐，而且必须是常温的，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命。衣橱里也全是一罐罐可乐。奶奶说生病了可以不吃药，但不能不喝可乐，喝完精神抖擞，神清气爽。对她来说，可乐是万能的，随时随地都要喝。织毛衣的时候来一罐，唱歌累了来一罐，就这样每天10罐，喝了40年，足足喝掉了15万罐可乐。这可把老伴累到不行，每天回家都要带上2屉可乐。奶奶喝可乐有个特点，开盖后必须一口闷，然后满意的打个嗝，这就是她最享受的时刻。而且只喝常温的，说只有常温的喝完才会打嗝，因此可乐都会放在被子里保温。记者拿出一罐冰可乐给她，结果喝完奶奶连连摇头，还真就没打嗝。奶奶认为可乐就是灵丹妙药，和闺蜜聚餐还劝患有糖尿病的闺蜜喝一罐，闺蜜听得一脸无奈。至于为啥喝可乐，奶奶说都是因为家庭的原因，反正就是喝完可乐就会带给自己无穷的力量。可以说可乐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安慰。按照惯例，大家还是带奶奶来做了全身检查，发现她的12指肠出现了溃疡，很多溃疡面都在反复发作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奶奶不禁担忧起来，以为是万能药的可乐竟然一直在伤害自己。医生表示不用过于担心，只要戒掉可乐就会慢慢好起来。所以说有病就得好好吃药，要相信科学。大姐生孩子不去医院，却来到了按摩店，让技师疯狂按压肚子，因为这肚子里的东西实在太怪，怀了3天就要生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在3天前，她因为胃痛来医院，没成想却检测出了婴儿的心跳声，原来她并不是胃痛，而是马上要生了。大姐直接懵掉了，才知道自己早就怀孕了。比大姐还震惊的是她丈夫，由于工作原因，夫妻俩已经分居7个月了，现在你说你怀孕要生了，这要怎么解释呢？丈夫甚至怀疑她外面有人了，不过医生给出了解释，说大姐也是怀胎10月来着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。大姐说虽然肚子确实大了一点，她就单纯的以为自己胖了，还特意去做了减肥按摩，就是专门按肚子的那种。就算是这样，那肯定有一些怀孕的症状吧，就比如例假肯定没有了吧。大姐说例假确实一直没来，但自己这方面一直不规律，所以也没在意。不得不说，大姐心是真大。后知后觉的大姐非常自责，只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。不过意外还是出现了，生产过程中脐带缠住了宝宝的脖子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好在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，最终大姐顺利生产。孩子有个这样的妈，能活下来还真是个奇迹。大妈只是去做汗蒸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她，因为她在65度的汗蒸室待了1小时，一滴汗都没流。大妈还说自己一辈子都没出过汗。为了验证真假，大妈直接在33度的气温下跳绳半小时，接着把纸巾贴在额头上，其他人瞬间就把纸巾浸透了，然而大妈额头却干干净净，果然一滴汗都没有。大家决定把温度升高，在屋顶铺了一层锡纸，瞬间表面温度就达到了45.6度。大妈二话没说，直接躺上去，就这样足足烤了2个小时。大妈都快被烤成了3分熟，仍然没有出一滴汗，还说一点都不热，甚至感觉有点冷。
难道他真的不会出汗吗？那只能使出大招了。大家带他来做汗蒸。此时汗蒸室温度65度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旁的人早已大汗淋漓，他却一点反应没有，边笑边说：“温度能不能再高一点？”周围人都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大妈现在唯一想做的，就想体验下出汗是什么感觉。随后，医生在大妈手心涂了一种遇水就会变紫色的液体，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，接着放在烤灯下面，一直烤了30分钟。手掌没有任何反应，1个小时后终于看到了变化，大妈掌纹处都变成了紫色，也就是说大妈其实还是会出汗的，只是量比较少而已。医生表示出汗少并不会直接对身体造成伤害，这下大妈放心了，原来自己和正常人是一样的。这只狗每天坐公交车去找女朋友，只见它熟练的上车，和司机打过招呼后，疯狂的摇着尾巴来到后排，大家都认识它，很多人坐车就为了看它一眼，找了个靠窗的空位坐下。如果说有老年人的话，它还会主动让座。看着窗外的风景，突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，有好几个地方我还没尿过呢。他知道什么时候下车，会提前来到司机旁边，摇摇尾巴，再叫2声示意下车。下车后来到一家餐厅，一进门就开始撒娇，原来这是他的家。主人说有次他2天都没回家，于是就去外面找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。没想到的是，刚走到公交站牌，却看到他从公交车上跑了下来，也不知道他跟谁学的。主人说这样也挺好，自己遛自己很省心。吃饱喝足的狗狗躺在炉子旁睡着了，一觉醒来就想要出去玩。主人解开链子，他立马跑到路边等公交车。大家决定跟着他，想看看他每天跑出去到底在做什么。只见他下车后穿过一片树林，来到了一个小亭子，一只卷毛狗高兴地迎了上来。原来这就是他每天约会的女朋友，没想到女朋友还是混血的，体格比他大了1圈，但这不重要，小别胜新婚。2只狗紧紧抱在了一起。在一片荒山中，隐藏着一座22层的高级酒店，号称是亚洲最恐怖的酒店。酒店常年被烟雾笼罩，外墙还有大片的红色印记，显得异常诡异。虽然看起来荒废了很久，但其实还在营业。据说在周末房间都会订满，不知道住的到底是人是鬼。网站上还有很多负面评论，让人看得毛骨悚然。很多人就留言劝告，千万不要住这个酒店，否则会后悔的。小哥不信邪，决定来探险。酒店位于马来西亚，通往酒店的路迷雾重重，报废汽车随处可见，显得非常荒凉。然而路边硕大的酒店指示牌却显得非常新，处处透露着诡异。而且越靠近酒店，手机的信号也开始变差。来到酒店，顺着楼梯往上走，才发现进入酒店的通道都被封上了。找了半天，找到一部电梯，但按键完全没反应。奇怪的是，电梯的楼层数字却在快速变化，也不知道谁在控制。最后小哥通过紧急出口来到了酒店内部，一切变得正常起来，出现了一条购物街，人也多了起来。他找到了一个店主咨询，店主说酒店旁边有个大赌场，很多人都在那里输得倾家荡产，有些人回到酒店就会选择跳楼，所以这里怨气很重，确实发生过很多灵异事件，有时晚上能听到孩子的哭声。小哥决定在这里订一间，亲自感受它的诡异。回房间的路上，看到一个长期上锁的房间，门上还贴着一个奇怪的符咒。酒店人员说，这间房子被诅咒过，发生过很多超自然现象，没事尽量离它远一点。来到自己的房间，他还煞有其事地敲了3下门。进入房间发现装修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，但怪异的是，床头竟然装了个镜子。虽然在22楼，阳台却并没有封死，向外看去一片雾蒙蒙的，外墙上一片片的红色印记，看着好像是血迹。酒店人员告诉他，红色印记虽然看着恐怖，但并不是血迹，只是因为潮湿生了红色苔藓而已。来到晚上，酒店零星亮起了灯，气温开始骤降，睡到半夜他直接被冻醒了，也许是因为风太大，阳台上的门被吹得一直叫，就像有人在房间吹口哨，不断吸引他去阳台。小哥说不知为何，站在阳台上，总有种想往下跳的冲动。为了保命，小哥没敢再睡觉。如果给你1万块，你敢在这里睡一晚吗？羚羊一家3口被野狗赶上了峭壁，野狗不停逼近，羚羊随时都有可能跌下去。然而危险还不止这些，远处还有3只狮子早已埋伏多时，这一切都被树上的花豹看在眼里，他们都想来分一杯羹。羚羊最后能否逃过一劫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野狗的团队作战能力很强，他们分成2组，一组在峭壁上，另一组在地面不停地上蹿下跳，都在等待羚羊的失误。虽然峭壁不是很高，上面的野狗也不敢轻举妄动，一旦跌落肯定会受伤。在草原上一旦受伤，基本就意味着要被活活饿死了。野狗现在只能干着急，美食明明就在眼前，可就是吃不到。
羚羊现在也很慌，一旦被抓到，那就避免不了被掏稿。这时，一只野狗受不了美食的诱惑，探着身子不断逼近，眼看就要碰到羚羊了。羚羊吓得来回一躲，还好石头表面非常光滑，野狗无法在峭壁上站稳，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大胆的尝试。这一切都被远处的狮子和花豹看在眼里，他们时刻关注着，都想随时上去分一杯羹。经过长时间的僵持，野狗感觉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最终放弃了捕猎。狮子和花豹也早已没了身影。在确定周围没有危险后，羚羊一家终于逃离了峭壁。大妈端着刚熬好的牛骨汤进了厕所，直接用骨汤洗脸。她说必须要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，这样对皮肤才好。更夸张的还在后面，洗完脸后，她竟把生牛肉当面膜，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，血水还不停往下滴，用完也不浪费，直接吃掉。最急的人是她妹妹，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看起来像18岁，容易引来非议。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，去医院检查发现身体还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，但她并不在意，反而还让记者也试一试，拿出新鲜牛肉就往记者脸上涂，边涂边问记者敢不敢动，完事还让记者尝一口。记者含着生肉，迟迟不敢往下咽，因为每天吃新鲜牛肉开销太大，他没事就要去餐厅打工，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剩肉。老板看到也不敢说什么。下班后他来到海鲜市场，这又要干啥呢？只见他选了一条鱼，简单处理了一下，抱起来就啃，不一会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。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？大家带他来到医院，结果在肠道里竟然发现了一条长达1米的绦虫。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，还告诫他为了健康不能继续生吃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一群专家对着一坨大便又摸又闻，还用吸管收集起来，只因这坨粪便不一般，是这面墙拉出来的。每天早上这面墙就会出现满墙粪便，有长有短有粗有细。然而这条街上只有他家墙上会出现这种现象。你要说有小动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，但什么动物会在墙上拉屎呢？大叔认为应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，但仔细想想，自己并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啊。他甚至偷偷安装了监控，始终没有拍到任何可疑人员，但粪便每天还是准时出现。你就说怪不怪吧？这到底是谁的大便呢？大家请来专家，决定从大便入手。专家对其取样化验，只要提取到其中的 DNA，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节目组也没闲着，又偷偷安装了几台摄像机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整条街道，一直到早上都没拍到什么可疑人员，但粪便还是准时出现了。大家仔细查看监控录像，发现大便是突然从天而降的，没有任何征兆，确实是奇怪啊。与此同时，粪便的分析结果也出来了，专家说这就是人类粪便，而且还是个女人的。听到这消息，大叔更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到底是谁做的呢？既然是人为的，那一定能拍到他。节目组把整个街道都装满了摄像机，发誓一定要找出这个始作俑者。终于在第5天拍到了大便的飞行轨迹，还拍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监控显示，大便就是对过邻居丢过来的。看到这个结果，大叔懵了。邻居名声挺好的，实在想不明白他们为啥会这么做。白天节目组拜访了邻居，老人说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，不知道妻子的这种迷惑行为，表示很不好意思，说可以帮忙打扫，以后会看住妻子，不会再让她乱丢便便。知道真相后，大叔也表示理解，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，起码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，大不了就勤快点刷墙呗。这种会上树的羊拉的屎，竟然是当地有名的美食，当地人会在里面加入少量蜂蜜后，用来蘸着面包吃，据说口感醇香浓厚，跟我们吃的麻酱有相似的味道。就是这一群会上树的摩洛哥山羊，它们的蹄子分开后可以牢牢卡在树杈中，站在树上如履平地。山羊上的也并不是普通的树木，而是当地一种非常珍贵的阿甘树，这种树能生存上百年，果实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，果核则可以榨油。手动去皮的话比较费劲，所以山羊上树就扮演了一个去皮机的功能，不但能喂饱这些山羊，还能省下不少的工序。山羊无法消化果核，会随着粪便排出，果核经过山羊的消化后，会形成一种独特的风味，令当地人神魂颠倒。当地人收集这些粪便，在里面筛选出果核，经过手动清洗、低温烘烤，然后再将其用石磨碾碎，这样就生产出了阿甘油。阿甘油被称作液体黄金，是公认的天然护肤品，还可以作为护发素，能修复受损的毛发。另外，阿甘油还是绝佳的食用油，味道醇香浓厚，据说价格很高，大约每升300美元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贵的油。为了大规模的榨取阿甘油，现在都会采用机器榨油，这种方式出油率高，但是会少了一种风味。榨油后剩余的残渣，味道和我们吃的芝麻酱颇为相似。摩洛哥人会加入少量的蜂蜜，用来蘸着面包吃。如今在摩洛哥的很多地区，仍然可以看到山羊上树的场景，但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，游客可以和他们合影，但很少能吃到羊屎炸的油了。大爷没病，却在家里常备一箱狗皮膏药，每天睡觉前，妻子就会帮他贴膏药，手上、额头各来一个，耳朵、下巴也不能少。
除了眼睛，全身都贴满了狗皮膏药，像个木乃伊一样。现在就可以安心睡觉了。但妻子却说他根本就没病，甚至比同龄人还要健康，啃骨头比狗啃的都干净，下地干活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由于身上贴满了膏药，太阳一晒就会变得很烫，所以不能长时间在地里干活。街坊邻居都不能理解大爷的迷惑行为，而且长期贴膏药还对皮肤造成了严重伤害，有些部位都出现了溃烂。检查后发现情况更严重，大爷患上了接触性皮炎，必须要停止使用膏药。那他为啥10多年来每天坚持贴膏药呢？经过心理咨询才知道，原来10年前大爷不小心掉进了坑里，过了3天3夜才被救上来。从那以后就开始做噩梦，每天都感觉有东西在身上爬。偶然贴了一次狗皮膏药后，竟然连续2天都没有做噩梦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膏药了。医生给的建议是定期来医院做辅导，慢慢改变想法，做噩梦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。